在混乱中练习安定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丰盛人生。当外界风雨席卷而来，你的内心亦如随波逐流的舟。你或许感到无所适从，呼吸与思绪都被搅乱。然而，安定不是逃避混乱，而是你在风暴中的坚定定锚。当你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，闭上双眼，感受每一次呼吸的深度与节奏，那一刻，混乱的海面开始平息，你才能聆听内在最真实的声音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正念能平衡自律神经，让身心从亢奋与焦虑中回归平和。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，持续的深呼吸与自我觉察，能重塑大脑回路，将恐惧与不安转化为清晰与安定。我曾在繁忙的职场中失去方向，会议与专案像浪潮一般涌来，我如同在浪尖跳舞，却无法触及平稳。直到某日，我在办公桌旁闭眼3分钟，专注于心跳与呼吸。我看见心底的杂讯慢慢散去。那一刻，我决定每天练习3分钟安定仪式。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时，我在窗边深吸5次，感受晨风拂面，让身心与自然共鸣。日暮时分，我再度闭眼3分钟，聆听落日的余晖在心中流淌。这些短暂却深刻的停顿，如同为生命按下暂停键。当你在混乱中能安然自若，才有余裕去审视真正的渴望。在这份宁静里，我看见内在的信念。过去我曾以努力及成功为座右铭，却未曾想过，真正的丰盛源自身心的平衡与自由。当你以安定为基石，行动反而更有力量。我将安定融入日常。开会前，我深吸3次，在心中默念：我在此刻安然。面对突发状况，我先停下片刻，确保自己能以清晰的头脑应对。这样的习惯，让我在各种挑战中始终保持沉着与自信。在亲密关系中，我也学会在冲突前练习安定。当争执升温时，我将注意力转回心跳，让情绪先归于平静，再以温柔的语气表达需求。这样的沟通，让关系更为稳固与深刻，创造力在安定时被点燃。我在静心后开始写作与作画，笔下的文句与色彩，都因内在的宁静而澄澈。当心不再被焦虑牵动，灵感自会如泉涌现。在财务规划上，我也将安定纳入流程。每次做投资与预算时，我先深呼吸3次，让心不被恐惧或贪婪左右，再以理性与信念做出决策。结果往往更稳健，也更符合长期目标。大自然是我最温柔的教师。周末我常进山或进海，让风声与浪潮替我清扫心灵的沙砾。在森林或水岸间漫步，我学会与混乱共舞，同时找到回归安定的节奏。神经科学家发现，自然正念能大幅降低焦虑与压力，并增强幸福感。当你在都市尘嚣里，也能以心灵绿洲的想象，让安定伴随每一次步伐。在日记末尾，我会写下当日的安定之光，那可以是一句安心的话，一段静心的感悟，或是一次内在的平静体验。当我回顾这些文字，能看见自己一路走来，在混乱与安定间不断创造丰盛的人生。
真正的丰盛，并非外在的成就堆砌，而是心灵的丰盈与自由。当你在混乱中仍能保持安定，就拥有了创造新世界的力量。那是任何风暴都无法摧毁的基石。让我们每日练习安定，在呼吸与停顿间，拨开云烟，看见内在的光芒。当心不再动荡，生命的丰盛便自然而然在行动与显化中悄然绽放。当你愿意放下掌控，宇宙开始为你展开奇迹。生命中的每一次企图掌舵，或许都是对未知的抗拒。当你深吸一口气，松开紧握的方向盘，才发现前方的道路豁然开朗。掌控的幻象正是阻碍奇迹的枷锁。心理学家指出，过度控制源自对不确定的恐惧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强烈的掌控欲会激活杏仁核，让恐惧成为行动的主宰。唯有放下，才能让前额叶重掌理性，开启与宇宙共振的频率。我曾紧抓每一个机会，却在挫败中感到心力交瘁。我翻阅日记，发现一行行我必须，我应该。那是一张张紧绷的面具，在镜中看见的是一张无处喘息的脸孔。直到某夜，我仰望星空，无数闪烁的星辰提醒我，有比我更大的力量在运行。我闭上双眼，心想：好吧，让我暂时放手。泪光微闪，竟如同内在的暗流被轻轻波动。当我在心中留下一句“我信任”，那一刻，宇宙的回声在胸口悄然回响。从此，我在每日醒来时，对镜中的自己轻声说：“今天我选择放下掌控。”语气虽轻，却如甘露灌溉心田。科学实验证实，自我肯定能重塑大脑回路，让焦虑的突触逐渐退位。在工作中，当专案进度出现变数，我先深呼吸3次，再以开放的心态与团队共同讨论，结果往往更具创造力，而非过度执着于完美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也学会放手，不再要求对方完美回应，而是以温柔的眼神陪伴彼此的成长。当我不再紧抓，爱便在自由中流动。我在日记中写下放手日志，记录每一次有意识的放下，与之共舞后的惊喜。那可能是一通久未回复的讯息，又或是一场不再担忧未来的深夜冥想。当我回读这些文字，奇迹似乎字字里行间涌出。有一次，我在山林中散步，放下 GPS 的导航，任凭小径带我前行。阳光穿透树隙，鸟鸣如欢迎的祈祷。那一刻，我成为大地的一部分，而非唯一的掌舵者。创造力在放下中被释放。我以自由地化作记录风景，不再事先构图，任灵感攫取笔尖。画布上的色彩，正是我与宇宙共舞的证明。在财务规划上，我也尝试放下对结果的焦虑，先诚实面对内心对匮乏的恐惧，再以感恩的心态迎接每一次资源流入。当我选择相信自己值得富足，机会如潮水般涌至。科学家发现，当人们信任大自然或更高力量的安排，焦虑激素显著下降，幸福感与创造力双双提升。我在周末静坐于湖畔，
看着水波一圈圈扩散，体会到放下的力量，正是让能量自由流动的独门密码。在人际互动中，我练习倾听而非急于回复。当朋友分享困境，我先接纳他的情绪，再以同理温柔回应。这份放手的等待，让彼此的连结更深。当我在夜里写下感谢放下清单，提笔的瞬间，脑中充满小小奇迹，一通意料外的邀约，一段久未联络的友谊重新萌芽。宇宙的安排，宛如暗夜里的星辰，在你不再紧握时，自动为你照亮道路。请记住，放手不是放弃，而是在信任中寻得自由。当你愿意将掌控交还，宇宙便悄悄为你展开奇迹。从疗愈到创造，让每一次感受都成为显化能量。在内在深处，每一丝震颤都是灵魂的低语。当你正视这些声音，疗愈便开始发生。而当疗愈完成，不安与恐惧化作涓涓细流，创造的泉源也随之涌现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情绪是未被疗愈的讯息。当你倾听悲伤、愤怒或焦虑，就是在为自己打开转化的通道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情绪释放后，大脑回路重新组织，创造力与直觉因而被激活。我曾在失落中，夜里深呼吸，却仍无法平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日记上写下，我允许自己感受到伤痛的重量，泪水滑落，也化作文字流动。那是一场疗愈的仪式，让我第一次体会到，伤痛与创造力其实同源。于是，我开始记录每日感受。每当焦虑袭来，我将它具象为云雾般漂浮于纸上；每当喜悦涌现，我以鲜艳颜色点缀边缘。看着画作，我看见情绪成为图像，也看见疗愈成为创造的舞台。在静坐冥想中，我让情绪如同浪潮般涌上胸口，再随呼吸缓缓退去。科学证实，这种身心对话能激活迷走神经，平衡交感与副交感，为创新的灵感释放能量通道。创造力不再是抽象的渴望，而是你与自己最深处对话的自然结果。我将每次疗愈后的感受化作新的愿景，一首诗，一幅画，一段旋律，或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小专案。有一次，我在泪水中看见，我想为他人带来安慰，于是我写下疗愈文案，将自己的经历化为文字，传递给更多曾经在黑夜中颤抖的人。文字自然而然地流出，带着温柔，也带着力量。在日常工作里，我将不安视为创新的讯号。当焦虑感浮现，我立刻拿起笔电，用头脑风暴的方式，将这股能量转化为新想法。每一次挑战，都是创造的契机。在与他人合作时，我更懂得善用情绪能量。当团队陷入低潮，我先允许大家表达不满与挫败，再转而提出新的愿景。集体的情绪被承认后，凝聚成创造力的洪流。我也在大自然里，让感受成为创造的燃料。每次踏入森林，我先闭眼深吸，将泥土与树叶的气息化作内在的能量，再张开双眼，用相机捕捉光影，或以笔记录心灵的启发。神经科学家发现，
自然中的正念体验，能大幅提升幸福感与创造力。当我与大地共振，创意便如泉涌般不断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学会将感受化为共同的创造。当伴侣脆弱时，我不急于修复，而是陪他在情绪中共鸣，在一起想出新的相处模式。爱与创意在这样的互动中同时诞生，财务与事业亦随之跃升。我在疗愈金钱恐惧后，设计了一个丰盛地图，将目标拆解为可行的小步骤，并在日常中用正向语言强化每次小胜利。当我不再抗拒匮乏，机会与资源便自动流向我。每晚，我在睡前记录感受日志，写下当天最真实的情绪，以及它们如何转化为新的行动。这本日志成为我自我疗愈与创造力的档案。当我回顾时，看见自己如何将伤痛、期待与喜悦一同编织成丰盛的人生蓝图，让每一次感受都成为显化的能量，不再逃避悲伤，也不囿于忧虑，而是将它们承认、接纳、转化。在疗愈中，你与自己更深的连结，在连结中，创造力因而被点燃。真正的丰盛人生，并非外在条件的堆叠，而是你在身心的对话中，为每一次感受注入意义。当你从疗愈走向创造，显化的能量便如川流不息，为你开展最丰盈的未来。让伤痛成为爱的种子，开出丰盛的花。每一段痛苦都是心灵深处的呼唤。当你愿意正视那份伤痕，它便化作最肥沃的土壤，为下一次绽放积蓄力量。心理学家布兰妮·布朗强调，真实的脆弱感能带来深度连结，而丹尼尔·高曼的情绪智商理论则指出，察觉与接纳情绪是自我调节的关键，能够帮助我们把痛苦转化成成长的动能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我们允许悲伤与愤怒被表达，促进大脑中情绪调节回路的可塑性，从而释放长期积累的压力荷尔蒙，让身心重归平衡。我曾在一段关系破裂后，把痛苦深藏心底，以为沉默能让伤口自行愈合，夜里却泪流满枕，心如被重锤击打。直到我读到心理学家珍·塞尔文谈及内在小孩的概念，提醒我回到那个需要被安抚的自己。隔日清晨，我在日记中写下：亲爱的自己，我看见你的痛楚，感谢你一直在努力。那一句话，如同阳光穿透云层，让内在的伤口得以呼吸。接着，我在静坐时实践情绪觉察，闭上双眼，将注意力放在胸口的悸动，感受每一次心跳带来的讯息。每次吸气都带进同理，每次吐气都释放压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情绪变成温柔的导师，引领我更深地认识自己。我也将伤痛化作艺术创作，在画布上用深紫描绘伤痕，用金黄勾勒治愈的光芒。笔触不再受限于完美，而是灵魂最真诚的舞动。完成后，画案上的花朵正映照出我内在的丰盛绽放。在大自然中，我感受到生命的韧性。我将手放在参天古树上，聆听树根与泥土的呼吸，任凉风拂面，
让伤痛在山林间随风流转。科学实验证实，森林浴能显著降低压力，并提升幸福感与创造力。在人际连结里，我学会以开放的心迎接彼此的脆弱。当朋友分享挫折时，我不再急着给建议，而是倾听，回应同理。在互相陪伴中，我们都被疗愈，也一起种下希望的种子。在事业与财务上，我以自我同理为起点。当面临不确定，我先停下，对自己说，这份焦虑也值得被理解。再以平静头脑制定行动计划，结果更具创造力，也更符合长远目标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在日记中记下今日疗愈心得，一次真实的哭泣，一段温柔的自我对话，或是一幅疗愈的小画。每一篇心得都是爱的见证，也为丰盛打下根基。让我们一起，在每一次心碎后，给自己一个拥抱，用同理浇灌，用艺术创造，在疗愈与创造的交织中，开出最灿烂的生命之花。当你愿意放下掌控，宇宙开始为你展开奇迹。放开紧绷的拳头，让生命自己指引方向。掌控并非必须，它常源自对未知的恐惧。当你深吸一口气，愿意卸下所有焦虑，才能聆听内在最真实的声音。心理学家布兰妮·布朗提醒我们，真实的勇气在于拥抱脆弱，而非用刚强掩盖恐惧。而依附理论指出，安全感来自于信任他人与世界的连结。放下掌控，其实是对生命深刻的信任表现。神经科学家因斯特朗提出的多重迷走神经理论，显示当我们放下抵抗，副交感神经得以平衡交感神经，身心进入社交安全模式。那时，恐惧不再牵引行动，而是变成探索的动力。我曾在职场中紧握每一个细节，夜里心跳如鼓，思绪却越绕越乱。直到某个凌晨，我决定不再反复检查简报。我对自己轻声说：“好吧，让它走向最好的安排。”泪光闪现，却伴随一股前所未有的轻盈。翌日清晨，我在阳台深吸3次，向东方的第一缕曙光致意。我把所有期待与担忧一并吐出，让宇宙的能量自由流动。那一刻，我真正体会到，放下并非无能，而是最高难度的信任修行。我开始每天练习信任仪式。清晨醒来时，我对镜中的自己说：“今天我信任你，也信任生命的安排。”每一句肯定，都在大脑中雕琢新的神经连结。当你反复练习，自我怀疑的突触便会逐渐松动，为信任的新回路腾出空间。在工作专案中，我不再急于部署所有细节，而是先与团队开启共享未来视野的对话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，接纳不同观点与意外的挑战。惊喜地发现，当掌控欲消退，创造力成为场域的主旋律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也学会放手。当伴侣表达忧虑时，我不再急着给出解方，而是陪伴在侧，倾听情绪的流动，让爱在自由的空间里呼吸。这份接纳，比任何安慰都更具力量。我将放手清单记录在日记中，一次不再追踪讯息的决定，
一次不再纠结未来未知的心跳，一次让对方主导旅行行程的尝试，每一项都成了对宇宙的信任投票。当我回顾这些文字，发现自己如何在释放后，意外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礼物。有一次，我在山林间漫步，关掉手机定位，让小径带我前行。大树的低语，溪水的拍岸，让我重新感受到，我不必掌控路径，只需相信脚下每一步。夕阳映红云海，那刻我知道，奇迹正悄悄在我放手的瞬间绽放，创造力在放下时被唤醒。我允许灵感忽然到访，不再设限何时写作，何时绘画。每一次笔尖落下，都是对自发性的信任。完成后，我看见作品里，既有不完美的笔触，也有最真实的情感。在财务与事业规划中，我也学会放手。当投资标的未如预期，我先承认失落，再以开放心态阅览报表，寻找下一个可能性。结果往往更加灵活，也更符合长期愿景。夜深人静时，我点燃一支香薰蜡烛，在烛光里冥想，我愿意放手，让香气与呼吸为我打开开放心智的门扉。在那柔和的光线中，我看见自己与宇宙的无形手牵手。请记住，放手不是逃避，而是高层次的掌握。当你卸下执着，宇宙反而加速为你展开最美好的安排。在信任与释放的流动里，你的生命将如繁花绽放，奇迹自会绵延不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